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哦，看我上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赚到钱了，为啥呢？大家仔细回忆一下啊，我上期节目最后给大家是怎么说的？比特币下看18000多，上看21000左右。当时面具人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比特币是在20100左右震荡，对吧？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到今天比特币的走势啊，最低18500，最高20800。那么这种走势也就证明了，你按照面具人我力推的抓跌破位置做个短线，无论你是抓2万整还是19000，这两个跌破位，这两个位置你只要抓进去，你都是有利润可拿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给你们的这个价位区间也是非常准的，是吧？上看21000，下看18000，然后呢，比特币它从昨天涨和跌，也就是18500和20800，这个区间已经是非常精准的了，对吧？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以太坊啊，998跌破整数位的时候，你抓住，然后呢1000多你再卖掉，利润不就出来了？所以说呢，看我的节目一定不要忘记看，检查一下啊！现在就检查，看你们打开了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没有啊？面具人的节目，你看一期就能赚一期，而且还能参与我每期节目的幸运抽奖。我每期节目都让你们有钱拿，我跟那些什么穷逼穷狗博主不一样啊！天天分享个二维码，分享个链接，就为了赚那几毛钱、几块钱啊，给交易所打工。我不是，老子我有的是钱啊！当然了，面具人我的节目你们以后可能看一期也就少一期了。我计划在明年退休呀，今年下半年我就开始着力培养一些新人了，来接我的班嘛。当然了，网红之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是要付出巨大的学习和努力的。如果你们有兴趣参与我的培训计划的，可以联系我，我的联系方式在节目最后公布啊。好，我今天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深度内容啊，交易心理、人性之类的问题，以及美联储主席放狠话的事儿啊，还有那个以太坊合并的事儿又出大问题了。今天咱们就讲这几个问题。先来说一下这期的活动吧。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，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，在留言区回复以后，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啊，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，直接给你转账奖钱，让你赚点小钱。那为了公平起见啊，你们的留言我暂时隐藏，3天之后我再显示出来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你转发到什么 Twitter 呀、Telegram 群呀、Discord 啊，还有那个 Facebook 啊都可以啊，但是要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。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，这些可都是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哦。好，来讲正题啊。面具人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。讲正题之前，你们一定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：你赚大钱了以后想要干什么？买好车、买好房子、吃好的、喝好的、包2奶，是不是？这是大部分人都会想的事情，不单单是你和我啊。就连那些牛逼的大项目方、大资本，比如 XA 呀、三箭呀、Luna 呀，这些牛逼人，他们脑子里面想的无外乎也就是豪车、好房子、游艇、美女就是这么简单。赚到钱了以后，也就躺平了，也就不想着继续做生意，不想干事了就想着怎么享受人生了XA、Luna 大家也都是见识过了。咱们今天呀，就拿三箭资本的老板朱苏来说说事儿啊。在三箭出事儿之前我们华人都觉得三箭是很牛逼的大资本、大机构啊，三箭资本呀，这个名字多响亮。可是呢，这个三箭资本的老板朱苏，他在新加坡购买了2.4亿元人民币的豪宅，目前呢还在紧急便宜出售。你说这个三箭的老板他要是拿自己的钱去买房子，无可厚非，人自己的钱，人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对吧？但是三箭资本他拿的这个钱是投资人的钱，
是我们这些给他三件有买理财包的或者买他的项目的人的这些钱啊，那些钱并不是他自己的，他就相当于挪用了公款，去中饱了他的私囊。现在这个房子呢，目前呀在紧急的便宜出售，但是这里面有个细节啊，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朱苏他孩子的啊，房产证的名字是他孩子的名字。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？意味着什么？有些聪明的人可能想到了啊，想到了没？想到的请留言打1，没想到的请留言打2啊。来，我给你们公布答案啊。房产证的名字是他孩子的，那这就意味着父债子不偿，也就是说，朱苏拿到投资人的钱以后，他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打算还，他把这些投资人的钱拿到了以后，就把房子买在了自己孩子的名下，而且这个房子只是住宅用房哦，并不是说用来做生意、用来经营赚钱的。咱们退一步来说啊，他三箭资本拿着2.4亿元的人民币，要是好好经营生意，比如说弄什么餐饮企业呀、什么旅游企业呀，是能赚很多钱的。或者呢，你看啊，这2年非常火爆的搞房地产开发、盖楼卖楼啊，澳洲的房价有些地方啊真的是连着涨。或者呢，你把这个钱去搞什么连锁酒店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可不要小看现在的酒店生意。各个国家疫情恢复了以后，好多游客这2年在家里面隔离，憋的都把人憋疯了，都跑出来旅游了。现在啊，你像泰国、越南、澳洲、英国，现在很多的酒店的生意非常火爆呀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钱我都是白白拿来的，做生意多累的呀，又要操心，又要算账，还要考虑雇人，还要去经营，对不对？我三箭资本拿过来的这些钱，反正钱又不是我的，房子买在我孩子名下又不用还，对不对？父债子不偿啊！而且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朱苏啊，他不单单是挪用公款去买一些私人房产啊，他还买游艇。游艇美女多爽的，对吧？做生意多累的。而且他的这个游艇也不是商业游艇，他就是买来自己玩的，无法盈利，甚至呢每个月还要有大量的维护经费。这些东西啊，烧的都是投资人的钱。三箭资本理论上来说，它不单单是项目方啊，它还是项目方的上游，算资本方了。然后呢，他都拿投资人的钱干了些什么？中饱私囊。你说三箭他要拿这些钱去做生意，去赚钱，赚了以后再给投资人分，这还算正常啊。你甭管他是怎么赚钱，做什么生意啊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违法的事儿啊，什么开店呀、搞房地产呀，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嘛，有钱赚就行了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三箭他就是拿这个钱仅供自己挥霍，反正这些钱拿过来又不用还，对吧？最多呢也就是做做表面工作趁着这个行情好了以后，比如说美联储放水整个资本市场都会膨胀，搞得好像是他三箭的功劳一样大盘涨了是我三箭拉盘牛逼，是吧？实际上呢，他什么也没做，就是想着怎么给自己敛财。他最多也就是打打广告、吹吹牛逼，再吸引一些新的理财客户、投资客户最多搞搞什么资金杠杆拉盘、吹吹泡泡。但是这种商业模式是没有任何抗压能力的，一旦外部环境有变化，比如说加息他就死球了。他还不像人家那些什么国际连锁的餐饮酒店，你看现在生意好得很，人家根本不受加息的影响。但是三箭他没有这些产业呀，他除了给他儿子买房，要么就是买游艇，要么就是包二奶，对吧？反正这些钱又不用还，
是不？大不了我破产，你把我清算了，来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啊！你把我清算之前，我早就把钱买到我孩子名下了，你能把我咋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看朱苏的这种行为，他绝对是无耻的。但是这些钱放在你我身上，灵魂拷问一下你自己，你有了这么多钱，你还会辛苦的去赚钱吗？每天上班下班搞8个小时，辛辛苦苦的在研究每天怎么样赚钱写策划，想办法进货，监督这些钱你就天天花，你一天花5000，花1万，花10万，你花一辈子也花不完，对不对？你还用辛苦的研究去赚钱吗？对吧？或者是简简单单的给家人敛财，豪宅游艇美女享受人生，装逼吹牛逼，对吧？反正这钱又不用还，大不了就跑路，隐姓埋名个几年，过几年又是一条好汉。各位，你有了这么多钱，你会选择哪种呢？你会选择怎样做呢？不好意思说出来无所谓，答案在你心里，我也能理解。毕竟人嘛，他都是有惰性的，有使命感的人，有格局的人，可以说是万中无一，真的是万中无一。你们看一下币圈这么多的项目方，几百个、几千个、上万个项目方，有没有超过5个是真正在做事儿的？有还是没有？好，来说今天的第2个事儿啊，以太坊合并目前又传出来利空了。他们最新的内部会议说的是，这个在合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，很多问题不好解决，合并呢可能遥遥无期了。各位听到没？3、4天之前，以太坊还宣布了什么？要提前合并了，合并有大利好了。仅仅2、3天、3、4天之后又说合并不了了。这就是项目方的嘴脸，好了坏了都是他们张口就来，闭口就出。这些消息，这些话，就是为了配合资方释放利空利多，割韭菜罢了。实际上呢，他们的这个生意没啥好说的，无非就是程序员写代码的事情嘛，给工资嘛，干嘛，对吧？有啥好说的？但是他们就是要把一个屁大点儿的事儿，吹牛逼，扯来扯去，弄来弄去，把人的这个弄得春心荡漾的，不行，难受得很。然后呢，忍不住了，把钱掏出来了，再把你割了。现在币圈的项目方都是这，大项目方、小项目方尽把心思放在割韭菜上了。这就是我说的币圈的现状。各位认清现实吧，大家都在投机你还想搞什么长线投资、价值投资？来，你把钱长线扔进去。来，从去年到今年，你告诉我，长线的项目有几个活下来了？你所谓的长线投资，有哪一个没有亏的？大家都在投机，你也只能投机，你不要逆势而为，明白了吧？现在的环境就是没人愿意做生意大家都想骗，你骗我骗，大家都骗，你只能顺应这个环境，没办法。现在也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做实业的好项目少，非常少。有了我到时候会告诉你们的好，我们再来讲今天的第3个话题大环境最重要的事儿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又放狠话了，他这一次继续放狠话，说要狠狠的加息说美国的经济可能不会软着陆了我们就算硬着陆，破坏美国经济也要把加息加到底。为啥？因为加息有利于公务体系，有利于国债，有利于政府吸血。现在美债的持有量、购买量越来越高，为啥？因为美债的收益高了，加息了嘛，对吧？他可不管你底层的什么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、消费贷加息就是为了割你韭菜。人家政府的财政一旦多起来了，想干啥不行啊，对不对现在美债在疯狂的吸血，对股市和币市是非常不好的事情。这个关键点我前面有1个多月、2个月都说过这个事儿，美债绝对会不停的涨，但是币圈会被美债吸血。你
再牛逼，你再斗，你斗不过政府嘛，对吧？经过鲍威尔这么一说啊，面具人我觉得，哎呀，这一次加息啊，如果不是什么黑天鹅事件啊，真的还有可能大力度的加息。无论如何，各位，7月6号啊，你们看图，这是美联储的加息的时间表啊，7月6号，各位基本就能得到加息的情况了。前天的大跌，我想说可能只是预演啊。你们看这张图，我给会员是怎么说的？在前天大跌的时候，他给我私信问我，说：“哎呀，这比特币跌得这么惨，还能不能再回2万了？”我当时给他就说的是能。加息之前，机构们还会再挣扎一下的，再拉一拉，尽量的多收割点韭菜。这就是交易心理学啊！你要能猜透这些资方、资本机构他们想做什么事儿。他们现在的选项其实不多，很好猜啊。加息肯定是挡不住，加息他们的资金成本肯定会变高，那怎么办？那无非就是在加息来临之前，尽量的想办法能多割一点，多割一点没，对不对啊？把吃奶的劲儿也得使出来。所以呢，你看我给这个会员答疑解惑，就给他说的非常准啊。我说加息之前，机构们绝对会再挣扎一下的。你别看前天跌了，我告诉你，明天可能还会再往上弹一弹。来，各位，你们结合昨天到今天的盘面看一看，昨天到今天涨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刚才又跌了，就是这啊，以这种高频率的强震荡的方式来回割韭菜。52，他们掌握着大数据，他们可以随时的判断出来涨还是跌，对他们的利益最大化。而你想要在这种强震荡的行情中，一会儿加息了，一会儿又有利好了，一会儿又有利空了，你想在这种高频的高压的市场环境中能赚到钱的话，你一定是要能预判庄家的心理和最重要的判断大环境、大市场以及各个项目方的心态。长期看我面具人的节目的观众，你们应该都学到很多东西了吧？我从人性最基本的险恶的角度上，扒开了人皮的角度上给你们讲，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啊！不要把事情想得什么高深莫测的，一会儿 Web 3.0了，一会儿这个名词了，那个专业字了。人都是一样的，吃饭拉屎啊，脑子里面想的东西也不会差太多啊。他早上起来饿了就要想吃饭啊，吃完饭了吃饱了肚子胀了消化完了就得想拉屎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不要听那些什么专家给你说的你好像听不懂但感觉又很厉害，虽不明但觉厉的东西啊。市场的规律就是这么简单，为啥我能判断得准呢？看这一位会员给我发消息以后，就避免了被割韭菜，而且呢还顺势赚了点钱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，或者是参与我接下来的稳赚的大概率是稳赚吧，稳妥项目不吹牛逼啊，稳妥项目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Little19860425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，或者呢你也可以继续孤独的行走啊，祝你好运，再见。